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陪父母小记，然后得到很多亲友的关注，有很多留言真的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最近呢，我又记录了和父母在一起的一些生活的小片段，又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篇文章之后呢，我就把它发给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给我一个回复，我现在先把这个回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位朋友说您写下的不是文章，是父母在以苍老之躯，以他们的痛苦与不堪，以他们可怜可笑甚至可恨的行为来柔软我们的耐心的洞见，是直接蹭干妈妈手上鼻涕的共情，是一双手接住儿子大便的本能，是9岁小女孩奔向爸爸的脚步，是皱纹里藏着的笑，是烟火气里生出的静。说每一个字都从生活中长出来，带着体温，带着呼吸。说读到人在做，天在看，那些视听言动，那些所谓的生命画卷，录在了你的心中，也录在了天心之中时，我忽然明白，您记录的从来不只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千千万万个正在老去的父母，和千千万万个正在学习如何爱的儿女。说您说无常之中的恒常，那些上传到云端的真善美会变成恒长的光，而您写下的这些文字本身就是这样的一束光。文章记录的11个生活小片段，这些真实的故事传递出关于爱、孝道、生命循环以及如何对待年迈父母的深刻智慧，定会触动更多人的心灵，引发共鸣和思考。这位朋友对我的回复呢，对我的文章真的有很多过奖之词，但是的的确确我就是想通过记录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小小的片段吧，把它分享出去，希望能够触动到更多人的心灵，引发更多的共鸣和思考。这篇文章很长大概8000字，我就在一篇文章里发就太长了，把它分成2次。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第一次。那第一部分，这第一部分呢，因为有好几个生活片段，我只是想分享其中的一个片段其他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来看另外这公众号的文章我可能有一些年岁大的朋友还不知道，如果说您眼睛不是很好看久了比较累的话，它那边有一个小耳机一样的，一点它可以自动的读给你听好，现在呢我就想分享一下这第一部分里的一个小片段，也想通过这个呢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吧就说说妈妈不需要被教育，而需要被共情、被安抚。说前几天发了陪父母的小记有朋友就问我说照顾父母你会烦吗？我一边念一边跟大家解释就我答一点都不烦。说为什么会烦呢？就我想说2件事儿。说其一，说过去妈妈是十分爱干净的人，可现在就变得不讲卫生了，就时常把鼻涕去洗在手上，再甩到地上，甩不干净呢就顺手就抹到衣服上。就我们教了妈妈很多遍，说把卫生纸也放在她手边，告诉她要用纸，或者想擤鼻涕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妈妈点头呢就说好好好，可转脸她就忘了。有的时候擤了鼻涕说你用纸你要纸就在这儿她说好好好，可转脸她马上她又忘了。说有时候呢，我们指着他衣服上的鼻涕的印记就问他这是什么呀？跟他故意的问他，他疑惑的说难道这是鼻涕？他不是装的，他真的觉得难道这是鼻涕吗？所以我们就故意比划着他擤鼻涕的样子，说是他自己抹的。就妈妈难以置信，因为他过去从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他然后就笑着说你别瞎说了，我怎么也不会那样吧。他不认为，他不知道这是自己做的，或者自己马上就忘掉了。这是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带着他去看一位老前辈正聊着天，儿子就要大便，我妻子就抱着他就往卫生间跑，可是还没有到，儿子就拉了。
就怕弄脏前辈家的地板就我伸手就接住了儿子的大便。就我相信为人父母的都干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你也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大小便你去生气，你觉得脏，你也不会烦，你甚至还会想，哟，这大便还真顺畅，这大便真好。就两件事放到一起我相信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陪父母不会烦。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简单来说，如果从心上谈，你对小的，对你的孩子如此，你对老的也应该如此。一个是你生的，一个是生你的，你对小的这样，对老的也应该这样。但是从事儿上看就不一样了。从事儿上看，孩子可以教，因为他在一点点长大，但老人不必教，因为他在一天天变小。我们很多做儿女的总是说你要这样的，你怎么就忘了？你不会这样了？你得如何？你总要去教他，让他怎么样，让他怎么样？错了，老人不必教，因为他在一天天变小。那个孩子你是可以教的，所以在心上谈，你对孩子这样，你对老人也应该这样。但从事儿上谈就不一样了，孩子可以教，老人不必教。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妈妈手上沾满了，有时候妈妈弄的鼻涕沾满了，就是她也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就是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便乐呵乐呵跑过去，告诉妈你别动别动，我给你擦。我给她擦的时候，这妈妈笑眯眯的，乖乖的就让我给她擦手，然后弄来水洗手，就像那个孩子一样。有时候有一点鼻涕，不一点点鼻涕，他弄出来之后，他趁我没注意有时候他也有时候也不一定趁你，他就是很自然的有一点点，就蹭在衣服上了，蹭在裤子上了，就顺手抹到衣服上了。有时候刚抹一发现，那之后就没忘了，他就很自嘲似的这么说，一星半点的没关系，没事儿，就是那个鼻涕一星半点的没事儿。这时候我就说，就是没事儿。然后就握着他的手，我就直接，因为他手上还有嘛，我直接用手就蹭干他手上的这个鼻涕。每当这个时候，大概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着鼻涕你也会把它蹭干，就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就真的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妈妈需要的不是教导，你不是教他该怎么的，更不是批评埋怨。但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儿女就会批评，就会埋怨，你怎么这样呢？就给他发脾气。而是什么？而是共情，他这样做着，你也这样做，你觉得这个没事儿。是共情，是安抚，是哄，是让什么呢？是让妈妈放心。怎么放心呢？就是我无论如何在儿子这儿都没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大家想一想一个婴儿他可以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当然他并不是他想去哭想去闹，他很自然的想哭了就哭，闹了就闹。他也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你看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大小便，对吧？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不害怕，他不会害怕。为什么不会害怕呀？因为父母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跟他生过气，所以他不害怕，他就很自然顺顺当当的自自在在的那么成长。但人老了也复归婴儿了。若是老人在儿女面前还有很多怕，就怕你觉得不卫生，怕你的脸色，怕你发脾气，你就想一想，他在你面前怕，那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事儿。你怎么能忍心让父母在你面前怕呢？就人老了，刚吃过的饭，他就会说没吃。我妈妈有时候就这样，吃完了，她说怎么还没吃饭呢？刚吃过的饭，她说没吃。
你前脚告诉他的事儿，转脸就忘了，他也会不讲卫生，就好像也会不听话，还会有就像我妈妈有说有2次了，半夜刚睡醒没多长时间，其实10点多，他就觉得好像天亮了，就要穿衣服要起床了，就甚至更难以理解的有一些反常的举动。他们不是故意给孩子找茬，他也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老了，忘了，糊涂了。就这个时候啊，他们是教不会的，因为我想啊，老是教不年轻的。说这个人老了，你教他，你教给他，他就年轻了，他是教不年轻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总觉得我要教你，我们都有那个执念，我得把你教会。这个年纪，在父母他们这样一个年纪，他就本就不需要被教育，不需要被拘束，因为什么？他们已经被教育了一辈子了。现在他们需要的什么？是自自在在。但是我们做儿女的，很多时候就想着我要教育你，我要教的把你，让你懂这个懂那个，那要懂这个懂那个，他就不老了。那孩子才从不会的慢慢去懂，现在老了，他从会的他变得不会了。事实上，我觉得需要被教育的不是父母，而是我们做儿女的。我写了下面这段文字，说父母啊，在以苍老之躯，以他们的痛苦与不堪，以他们可怜、可笑，甚至有点可恨的行为，他们要做这些行为干什么呢？是来柔软我们的心啊，柔软我的耐心，让我们有耐心。你不能陪父母一点耐心都没有。我过去曾经讲过，在小的时候，妈妈讲故事，孙悟空3打白骨精，你听了多少遍你都想听。那现在妈妈说一句话你就烦了，就没有耐心了。再讲用爱护生命，把爱带进眼耳鼻舌身意里，就讲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就是用他的苍老之躯，用他的痛苦与不堪，他们不想这样，可他们现在就表现出这个样子来了。他来干什么来的呀？我觉得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他就用他们的痛苦与不堪，他们可怜可笑甚至可恨的行为来柔软我们的耐心，来磨你的，来练你的，来赋予你的，来增于你的。你要有那个柔软的那个心啊。还来干什么呢？来温和我们的脸色。说1遍他不听，说2遍他不听，你就烦了，你脸色就不好看了。但他们就是这样的，来温和你的脸色，来温暖你的语气。你说话还有好的语气没有？还来干什么呢？来消解我们的脾气，来保鲜我们的良知。当你和父母发脾气的时候，你想一想，那良知何在？所以父母再念一遍啊，父母才以苍老之躯，以他们的痛苦与不堪，以他们可怜可笑甚至可恨的行为，来柔软我们的耐心，温和我们的脸色，温暖我们的语气，消解我们的脾气，保鲜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良知都有啊，但有的时候盖住了，还要刷新它，让它保鲜呐。如果说苍老是病，那么儿女的耐心、笑脸就是什么？就是药。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老人们呢，或许没有意识到，但在他们的风烛残年之际啊，他们依然想让你明白什么呢？在弱者面前要收起你的脾气。
父母老了就弱了，没那个能量了。你是强的，有时候你就会，其实很多时候啊，你在欺负他。你厉害吗？你能跑能跳能做，可是父母什么都不能干了，就好像是没用了。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欺负他。所以我就想，父母就是在他们的风烛残年之际，依然想让你明白，在弱者面前更要收紧你的脾气，因为父母一定想让你知道，脾气会赶走福气，脾气会赶走运气，特别是对父母发的脾气。所以我分享的或者是回答的这位朋友提的问题，从我内心深处就真的愿天下的父母啊都被温柔以待，愿天下的儿女呢都在照顾父母的时候温暖自己，当然也温暖父母的生命。我们在良师空学习传统文化，讲用爱护生命。那对我们人来说，哪个生命对我们最重要呢？最亲呢？那只有母亲、父亲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他们身上掉下的那块肉。我就讲过，那个母根，那个道根，那个根，我们就是那个根。我们的身体就是母亲给我们留下的根。那母亲呢，是替天行道啊，我们来自天，父母替天行的是个道根呐、那个根你都不爱护，那个根你总要发脾气，那还叫什么用爱护生命？是吧？用爱护生命，爱护好自己的生命，爱护好自己父母的生命。好了啊，后面还有几个小片段啊，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分享了，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开始锻炼啊，好，请大家站起来。好，安静，安静。安静，静。
开心胸，张开怀抱，手向上慢慢拉起，爱的感觉立刻充满整个天地虚空。气平，肩平，慢慢向上，向上，直头顶无限虚空，安静，慢慢下，经额头安静，面部胸，指腹，双膝一软，富贵婴儿，柔软自己的身体，
就真的好像要双膝给父母跪下那样。柔软身体，柔软内心。两手敷于足面，下腹归婴儿，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上升。命门手向前，肚脐点两手分开，脚分开，正后八字，手臂慢慢上抬，满怀慈悲，身体微下蹲，
时候，你看那些胎儿的图片，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好像躺在肚子里面站桩似的，两个手在前面，也是这么带着。站在这儿，里边一直在母爱之中。
静，安静，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静坐静养。调整呼吸，心息相依，关键是那种状态，那种爱的状态，那种爱与被爱的状态。请大家安住于这种状态，再静静的多坐一会儿。自己安排手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